我是亚斯伯格症的，然后在医学里面，它是称之为自闭症这个部分。然后我大学毕业了之后，因为我之前一直大概有近半年的时间，就是用104上面找工作，然后投履历，最后都石沉大海。那我们公司的其实它营业的方向是在展览跟会议的服务，因为我们展览需要很多的工读生，在某一天超过了100人吧，应该是，他就必须要聘请身心障碍的人士。现在目前就雅涵就进来了。那目前的进展，今天像我们实景展这么多人你目前处理到什么地步？可能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刚刚这个要请这样子的身心障碍人士来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来是非常担忧的，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这样的身障人士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他到底能不能做好我们交办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也是觉得说，我是试试看的心态。我比较关心雅涵现在他 OK 吗？承受压力是还 OK， 没有听到就是。我们公司是有先做一下，就是内部主管们的一个讨论，因为好像他的这个障别会跟人与人相处会比较有距离感，别的人会相处的不来这样子。因为我们公司同仁大家都算是蛮年轻的，那我们也怕会就是会讲错什么话。那然后我会拿一张纸给你，好。然后呢，你先帮我写。那个时候其实相对也是有点紧张，很怕我讲什么会可能伤害到他之类的。对，那其实后来在教他的时候就发现，扫描机就是你讲了什么，他并不会去往下思考说这句话是不是带有其他含义，他其实相对是比较单纯的。其实我后来慢慢了解之后，就发现他其实在跟他沟通上，其实是很可以针对事情沟通的。然后就是他可能讲话他要想很久，然后他在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结巴这样子。然后这个第二个，不对，第三个就是可能人际上的互动比较，就是比较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应对进退吧，然后还有说的话可能别人常常听不懂什么的，都还在训练当中。时候如果有看到同事，就直接先说要注意礼貌这一块。那下班的时候就记得说再见这样子，然后说我要先下班喽，大家再见这样。那在雅涵他自己，他也不会太在意说人家去跟他讲说纠正他这些事情我们有跟他讲了之后，他其实慢慢的话，他就是在路上都会遇到公司的同仁，也都会去跟公司的同仁打招呼。那来的时候也都会说跟大家说早然后下班的时候也都会跟大家说就是再见或者是说如果总经理在的时候，总经理还会就是跟他聊一下天。对，那其实他都还蛮开心在这一份工作上面。好太，小心，小心，不要去，不要噎到，就会笑，笑点太低了，你知道吗？没有，我不能说就是跟你一样，笑点很高，笑点很高，笑点很高，我看不出来。雅涵他进来的时候，其实我本来觉得这是责任，可是我发现他的工作态度是比任何人还要来得认真，他的工作心态可能比很多人还来得正确。别人在跟他做一些工作说明的时候，或者是工作方法的传递，就算再简单的事情，他都会勤做笔记。他的任何的字句说法，都是有一连串的笔记在写步骤跟执行的方法，而且他很用心学习。休息30秒。还有他不懂会一再的问，一再的问，问到他完全了解。找他的email。这个心态，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现在年轻人也很少有人这样子。通常看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用这个身份证号去查？就是真的是很认真，然后就是他不会的事情，就是自己硬做之类的，他会很敢问问题。那
我会把步骤拆得很细给雅涵做，然后我也会做 SOP 给他，然后他是很可以照步骤来的，就是可以一步一步这样走。那他其实错误率是非常低的，就是甚至比我还要细心的那一种程度。签字笔，剪刀要几个？3个。3，就是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就是可能就是时間上，我可能会比一般人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总有一天一定能提升到比别人更好的境界吧，对吧？这是随着时间的岁月，然后就是慢慢的努力这样子。可以，你就打一个代表字，就工作环境。好，可以。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工作人员，他在面临到社会上面的这个工作职涯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有困难，可他不但勇往直前，他也珍惜他这份工作。我也是希望以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都能够散尽一些绵薄之力，能够帮助这些他真的需要，然后也需要社会来给他一个这个支持的这个工作人员。